大家好，我是尚清林，我是刘志明，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术。今天是农历年后开工的第一集，经过11天的休市，马上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小龙年招财股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台股2024年其实上涨了5100点，然后全球主要股市其实我们真的是雄拥哦，排名第2名。然后进入2025年，面对已经涨了2年的股市，投资人该如何面对呢？志明哥，其实今年的状况IMF 有预估经济展望，那他在1月的时候就有强调说，其实全球经济成长率大概是 3.3%， 比他10月预测的时候要多 0.1%， 表示其实是有稍微微幅成长的。那台湾的像中原也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 3.1%， 比去年的 4.23 可能要少一点，但是整体看起来其实今年还是温和的成长。所以相对于去年的股市涨幅28点多嘛，但今年说要涨得比去年多的话，其实有一点难度，因为毕竟去年的基期比较高了。所以说虽然乐观，但是还是要有戒心的态度来面对今年股市的发展。我们也知道，其实台积电在年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法说会嘛，然后他也公布了一些相关数字，我也分享给投资朋友。他全年的营收是 2.89 兆元。然后税后的盈余是 1.17 兆，然后 EPS 高达 45.25 元，年增率非常惊人哦，是 39.5% 哦。他也公布2025年的资本支出其实也是符合预期啊，就是380亿至420亿，然后未来5年的年复合成长 20%， 然后5年后到了2029年的营收挑战7兆台币，是目前的 2.4 倍，然后2奈米，今年2025年的下半年就要量产了。其实从台积电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来，它仍然是维持着高速成长的态势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台积电是我们的全职王嘛，所以如果台积电能够继续吸金，然后稳定的推升的话，其实台股还是有很大的几率是要往上涨的。其实这关键就是魏哲家董事长讲，台积电未来5年的年复合成长率是20%，没错，非常，而且这么大的公司居然有这么高的成长率，你去找台湾那些中小企业要1年涨20%的营收也不多，都很难。我觉得这个态势应该会带领台股稳健的往上涨，是绝对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那至于说台积电衍生出来的一些相关商机，我觉得应该是今年主要的主轴。那我们看起来就是像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AI Plus 的自主研发晶片这一块，也是大家值得特别注意的。比如说4大云端服务中心去年跟前年买了很多辉达的伺服器嘛，那他发觉说辉达伺服器晶片卖我毛利率60%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你那些机壳连接器到加起来也要卖我毛利率60%，他觉得这样实在不划算，太贵了，所以他们决定比如说晶片还是委托给台积电生产，自己去组这些伺服器的相关供应链。那这部分其实就会带动供应链的成长，因为现在美中科技战、贸易战啊，其实美国跟台湾合作其实是蛮密切，那看起来这个机会是蛮大。另外一个就是魏哲家在法说也有强调，其实 CPO 的发展可能要到1年到1年半左右的发展。这里面有比较有趣的事情是，虽然大家觉得 CPO 的未来要创造业绩的时代可能要到明年才有可能，但是因为 CPU 现在发展，像 CPU 是直接封装在晶片上面，这是非常高难度的技术，当然要时间比较久。但是现在有光纤跟载板的合在一起的这种前一代的东西，其实也会加速了传输速度。那这方面的发展的话，其实台湾厂商做的还不错，那跟国际厂商像博通啊、Novell 都合作得蛮密切，所以这一块的领域其实在今年也会有个不错的发展迹象。那虽然表面看起来是 CPU， 其实它是光纤的下一个商机的发展，所以这一块也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总结来说 ，AI 技术应用将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，其实应该说普遍都全面看好。我觉得有4大科技族群是投资朋友一定要注意的，包含台积电的供应链，然后 AI Plus 的自主晶片，然后光纤 Plus 的 CPU。以及24年也常常提到的机器人。不过接下来这个部分是属于会员专属频道的内容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来看咯。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上流投资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